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的老君山。老君山现在山上有雪啊，上去看雪景。老君山听说是这个太上老君修炼的地方，这里有个太上老君骑牛的雕像啊。去那边买票啊。现在老君山的门票是100块钱一个人，然后它有3个索道，一般的话会坐第一个索道，往返是130，加起来就是230。刚买完啊。这就是老君山的大门口，可以直接开车进去啊。这边是人工检票口。到钟陵索道了，哇，现在还有雪景啊，挺好的，可以开车直接开到这里啊。像我们有开车的，就是坐这个电瓶车上来的。我都准备说的，以后这安全一拍那不能叫盗图的。这点什么都没有啊，到顶了。下面就是云海啊。200多块不白花呀！哇，太壮观了！一个车厢坐8个人，一下索道就是这个美景啊！哇，那边是大片的云海。这边是挂着雪的树，山顶上都有雪，已经能看到山顶那个金顶了。这边是大太阳啊，有太阳这个雪也化不了，太美了。一出来呢，就有租大衣的地方，看看雪景吧。中天门，从这个中天门就分开了。这边是步行上山的，这边是索道的，索道往返80块钱。我选择从这儿走上去啊，这个路好陡啊，从这儿走上去差不多要2个小时吧。不过一路欣赏雪景还是可以的。看这个雪有多厚啊！我去，雪被冻住了。这个是第2段索道上来的地方，80块钱的，但是不建议坐这个索道，因为从那边走上来那一段路雪景特别美。从这里上来以后也很漂亮啊，这边云海，那边有个山峰露出来了，露出来个尖剑。看看老君山的雪景啊，这个是雪后的云海，此情此景啊，我想吟诗一首。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，说的就是这里啊，这是道家的圣地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啊。快到金顶了，前面就是啊，要从这里绕过去，但是现在雪天路滑，在这儿排队呢。那有个台阶啊。南天门到了，从这里就进入仙界了。现在到了金顶了，一览众山小啊。金顶上有3个金殿，那边有一个，那边有一个，我站的这里也是一个，金黄灿灿啊。那个地方是伏牛山的主峰，那个比这里还要高一点点啊，太壮观了。看看这个道观群，道教寺庙，仙家圣地，金顶孤零零的耸立在这个山头啊，看它的身后都是云海，像不像天上人间？看这个雪多厚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洛阳，这是洛阳的龙门石窟，中国5A景区啊，世界文化遗产。我们看这个山上啊，大大小小非常多的洞窟，每一个洞窟里面呢，都应该有一个佛像的，但是各种原因啊，现在很多洞窟都空了。
也有战乱时候被别的国家抢走啊。现在很多都保存在国外别的国家的艺术博物馆里面。看这些全都是空的，太痛心了。这个古阳洞就是北魏从大同迁都洛阳以后啊修建的第一个石窟，叫古阳洞。门口有一个海外流失回归龙门的高树龛佛手虚拟复原展示，很多都是流失海外了。看这个洞啊，很多上面都是空的。以前这洞窟里都有佛像的。这个是北魏时期雕的啊，中间是佛祖，两边是各种菩萨。看一下左边这个，好像有一个佛像没有头啊，据说这个是被日本人抢走的，这个头。看这边有介绍啊，现在很多人呢都被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，都流失了，都被别的国家的人抢走了，都是强盗啊！现在这些石窟里啊，很多都没有佛像了，都是空的。你看，这是空的，空的，好多空的，都损坏啊、丢失啊，各种原因吧，都没有了。现在这么多空的石窟啊，很多佛像都是去了别的国家的博物馆了，太可惜了。这个洞窟这么大呀，里面的佛像也被毁了。现在空荡荡的啊，感觉还有回音呢。看它上面那个大大小小的洞，以前里面都是有佛像的，现在很多都空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洛阳，这是洛阳的龙门石窟。看我身后那个大大小小的石窟啊，这就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个石窟有很多未解之谜，很多传奇的故事啊，给大家讲一讲。首先看一下这个龙门石窟所处的位置啊，中间这条河呢叫做伊河，最终是流入黄河了啊。这两边两座大山叫做龙门山，当地有个说法叫洪水不过龙门山，就是这条河啊经常洪水泛滥啊，发洪水，但是每次发洪水呢，它都淹不了这个龙门石窟，就很奇怪的一个现象。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河水啊，其实离那个石窟没有多高，但是这个石窟1500年了，没有被水淹过，非常神奇啊。这个伊河在别的地方时候就是波涛汹涌啊，很危险的一条河，但是它流经这个龙门的时候，你看一下水面就变得很平静啊。当地的老百姓就说呢，是因为这个佛像把这个水患给镇压住了啊，所以这个洪水不过龙门山，是这么个说法。传说这个龙门是大禹治水时期开凿的，就是以前啊这两座山是连在一块的，它就挡住这个河水，它流不到黄河里去，所以这个伊河呢在这山的这边呢就经常泛滥发洪水。然后大禹治水时候呢，就把这座山从这里凿开一个河道，让伊河从这里往北流到黄河里去，所以这边就没有水患了。还有一个未解之谜，就是这个龙门石窟最大的这个佛像啊，卢舍那大佛，它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修建的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再就是这个大佛的手和脚去哪里了？千百年来没有人能搞清楚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大家看其他的佛像和这个主佛啊，就是经过风吹日晒啊、雨淋啊、地震啊、风化啊，其他的佛像呢，这个面部都不怎么清楚了，但是唯独这个大佛啊，面部特别的清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现在要去红石峡了，这个峡谷也是云台山的核心景点啊。检票进去，检票进来以后，往这边看，哇，这就是那个峡谷了啊！看这下面，这人都跑到那下面去玩去了。这个峡谷深68米，
全长2公里啊！因为是红色的石头，所以叫做红石峡。你看这山有多高，这峡谷就像地上裂开一条缝一样。沿着这种路就走到峡谷里面去了，就在半山腰呢。这个距水面还是挺高的。看这里的水流声音非常大，因为这里的口就收窄了，流到那狭窄的那缝里头去，发出那个咆哮的声音来呀。看这个路的这个半山腰呢，这两岸的山呀，全是红色的岩石，这里面是富含的铁元素呢啊。铁元素氧化就变成红色的了。这在几亿年以前呀，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，沧海桑田，现在变成峡谷了。这一段的景色还是不错的啊！哎呀，奇峰异石，尤其是这个水流冲击着两岸，这个声音很震撼。而且人啊是在这个半山腰这个栈道上走的呢。从那个桥上下来的，看前面这里就像一幅画一样啊！这里水流量比较大，最近到了雨季了。它这个路啊，一会儿在山的那边，一会儿又跑到这边来了，两边交替的行走啊。这个是浮桥，哎呀，还在活动呢，应该是挺结实的。走上来摇摇晃晃的呀，快速通过。快看这里有一个大瀑布啊，这个水量也很大，景色特别美，就是人太多了，根本都走不动，得慢慢的走呢。哦喂，这个水是碧绿色的啊，绿宝石一样的颜色。看这里有2个瀑布呢啊，这儿一条，那儿一条，瀑布跟前都是最凉快的。这像什么呀？怎么样形容一下这个瀑布呀？这样流下来呀，我都不会形容了，词穷了现在。啊，从那里要上台阶了。那前面那个瀑布更壮观，我拉近一点看一下，那个水量更大。走到这瀑布跟前了，哇塞，这个是最壮观的这个瀑布，这水真的好大，比我去的昨天那个瀑布水量还要大。哎呀，这个水雾卷到我浑身都湿了。看这里，我在云台山很想你。哎呀，太壮观了，倾泻而下呀。妈呀，就像天上漏了个洞一样，这大量的水从上面倾泻而下。啊，我的帽子被吹丢了，浑身全都湿了啊！哇，这是我见过水流量最大的瀑布呀，好像可以和那个壶口瀑布相媲美了。而且这个水是纯白的，万马奔腾。这个瀑布可以和黄河壶口瀑布媲美了。这个水势这么大的流量，这个壮观的程度啊，哎呀，感觉洗了一把脸了都。舟已过万重山。不得不说，瀑布这里是整个红石峡的精华所在呀。红色的岩石，绿色的水，白色的瀑布，哎呀，确实是太壮美了。看这些石头上也有水流下来，你看那里的水也非常大，果然是这个雨季来的时候景色是最好的啊，感觉又值回票价了。
刚才从那里走上来的啊，瀑布在这儿，怪不得这里的水量大呢。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坝呀！你看这个后面，你看这后面蓄了这么多的水啊，它是一个水库。哦，随便放一点水下去，那下游的水就很大了。原来在这儿把水都拦住了啊！这本来是一个河流，现在拦住以后变成湖泊了，还可以在上面坐快艇。哇，这湖光山色是挺美的啊！那个是大坝，在这里坐船，看看价格啊。它这有快艇40，帆船50，那个水上飞人150啊。水上飞艇这个是最好玩的。云台山我就转完了啊，一共玩了2天时间。这里有一个地图，对着地图给大家讲一下它的旅游攻略吧啊。这边是入口，在这里坐上大巴车，然后拉到这里面有很多小的景点，就进去玩就行了。我是最先坐到最里边这里啊，这里面有2个大瀑布，这边是云台天瀑，这一边是另一个瀑布，这2个瀑布值得一看啊，特别的壮观。看完这2个，可以去这个猕猴区去看猴子去，然后再去这个红石峡景观去看红石峡，这也是核心景点啊。其他的比如说茱萸峰啊，还有凤凰岭我没有去，因为这个需要爬山，还需要坐索道。这个体力好的人可以去看一看啊。然后就是住宿的话，可以住在这个岸上服务区、黑石岭服务区、古洞窑服务区、五家台服务区。服务区吃饭呀、住宿呀非常多啊，尤其是这个岸上服务区，酒店是最多的，但是这里价格稍微有点贵啊。大家想便宜的话，就住在其他的这几个服务区。但是岸上服务区是酒店饭馆最多的啊，这里也是住的人最多的。好，其他的就是一些小景点，可以随便转一转，不转也可以了。如果你只有1天时间的话，建议直接去最里边的这2个瀑布啊。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，1天也可以把这个红石峡转一下。如果是2天时间的呢，就可以去这边这个山上转一转。我没有去这山上，因为不想去爬山了。好的，这就是云台山旅游攻略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洛阳，这是洛阳的白马寺。白马寺在佛教界地位非常高，因为它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建的第1个寺庙啊。为什么叫白马寺呢？因为它是用白马驮着经书来的，所以叫白马寺。比较简单啊。这个寺庙是怎么建立的呢？在东汉第2个皇帝汉明帝啊，有一天晚上他就做梦了，他梦见有一个身高6尺的金人自西方而来，围着他的宫殿就在转啊，他就想去看一下究竟，结果呢一下就醒来了。第2天他就问他的大臣，在讨论这件事啊，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说，听说在西方有佛祖，跟皇帝你描述的这个情况非常像。皇帝一听呢很高兴，就派人去西方请这个佛啊。然后他们请佛的人走在大月之国，就是现在阿富汗那一带啊，就碰到2个传教的僧人，就把这2个僧人请回洛阳了。这2个僧人来的时候，就是用白马驮的经书啊。然后他们来的时候是公元68年，你看现在是2020年，还有48年就马上2000年了啊。公元68年他们来了，就建了这个寺庙了。咱现在就参观一下啊，地位很高的白马寺。它这一共是3个门，中间这个门叫做空门，遁入空门就指的走这个门进去了。一旦你遁入空门啊，你要出家当和尚了，就要斩断世间一切的联系，潜心佛法。一进来就是这个大院子啊，这里是烧香的啊，可以看到这个香火非常旺盛。但是因为我是不信这个的，所以我不会去烧的，我也不会磕头什么的，就是进去参观一下。第一个是天王殿，这个供奉的是弥勒佛啊，然后四周围呢是4大金刚、4大护法。
那边还有2个啊。后面这个是委托，委托就是看家护院的啊，就相当于保安队长。好，这是第2个寺院了。第2个大殿叫做大佛殿。大佛殿里面正位上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的左边是他的大弟子迦叶，右边站立的是2弟子阿难。这边坐着的是文殊菩萨，这边坐着的是普贤菩萨。大佛殿的后门出来是慈航普渡，这边是观音菩萨。这是第3个院子了。这边是大雄殿啊，本来是叫大雄宝殿，因为它这个宝贝在屋里面呢，所以它叫大雄殿。他把宝贝放在屋里了。我们看一下屋里有什么宝贝啊？正中间的就是释迦牟尼，两边坐着的是药师佛和这个阿弥陀佛。这边站立的拿着降魔杵的是韦陀，那边是韦力。然后两边是18罗汉啊。大雄殿的后面供奉的是迦兰菩萨，就是那个韦力天将。这个是元代的啊，元代保存下来的。迦兰的意思就是土地的守护神，守护着这一片土地。对面是接引殿，好多烧香的。接引殿就是接引这个信众去西方极乐世界的。正中间是阿弥陀佛，这边是那个观音菩萨，那边是另外一个菩萨。第5个院子叫清凉台，也是最后一个院子啊。里面供奉的一个佛祖，2个菩萨。正中间这里是许愿池啊，有什么愿望可以跟佛祖说。许愿池里都是许愿以后人的钱啊，没有人许愿啊。今天这5个院子参观完，基本上这个白马寺就转完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从印度来的这2个高僧啊。这2个高僧叫做竺法兰和摄摩腾。这边是竺法兰，你看竺法兰祖师，手拿锡杖，这个大胡子，印度人的形象啊。这边是他的墓，对面呢就是另一个法师摄摩腾的墓。这2个人来了洛阳以后，先是建立了白马寺，随后呢他们就去了山西的五台山，在五台山建了开山第一寺显通寺，所以显通寺是祖国的第2座寺庙。这2个人一生呢也翻译了很多的经书，因为经书是用印度语写的，我们是看不懂的，所以他们就翻译经书。翻译的经书很多都失传了，年代久远，最后呢只留下一部经书，叫做42章经。这个名字是不是听得很熟悉？没错，就是韦小宝里面的那个42章经啊。这儿还有个石碑啊，上面写的佛说42章经，用来纪念这件事。我现在到清明上河园啦，开封最有名的景点。它是根据《清明上河图》实景再现的一个景点，主打的是宋朝的这个主题乐园吧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描写的就是北宋时期开封这边的情景啊，市民生活。进去看一看，门票120块钱，里面的表演很有名的，走。哦，全场戒备，准备迎敌。来人！那真是麻烦要，过两天那个月费啊。给我这俩马去梁山草寇，不光给我拿下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没事，从来不说。
贤弟，让你受苦了，大哥，请受宋江一拜。贤弟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快快请起，好给大哥。哥哥，随我们上连山吧。谢谢大家，观览。真人提线木偶。人山河，违背未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。这个东西我觉得治失眠的，一直转着就睡着了。还有那个，来一个，很好，再来，最后一个，加油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来吧，再来，最后一个。这什么呀？冰棍吗？对呀，冰棍儿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滑梯，感受一下小朋友的快乐，重温一下童年时光。哇塞，我直接就躺着了，速度好快呢！哇！哈哈哈哈！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面，马上就在这个地方表演清明上河园的压轴节目《东京保卫战》真人演出，还有半个小时呢。现在这边全都坐满人了。今天太阳很晒啊，都打着雨伞，全是人，哈哈。将军，人已经抓到了，如何处置？好，把他们统统押到船上去。是。走，喂，大帅，前方便是西水门。好，传令全军准备攻城。是。你宋兵听好了，晋国大军在此，还不快开城投降？呸！今贼休想！我大宋将士应为玉碎，无畏我权。开炮！哇！哦！
准备，放箭！击护城哇，真往上爬呢，爬上去了。李大人，知道你久战沙场，思念亲人。你看，这些人，你可认得？完颜宗望，你堂堂大军统帅，竟如此卑鄙，以妇孺相要挟！娘不能让他们得逞，我大宋百姓宁死不屈。为百姓报仇，要我亲军战船，击退他们！大官，大官，我军战船被炮火击中了，我们哇塞，连发好几炮，在这边都感觉地都在动啊！刚才那个火焰扑过来，感觉扑的脸上都很热。我们胜利了！我们胜利了！宋朝将士们英勇奋战，成功的阻挡住了金兵的进攻。粉碎了金兵由水路攻向东京城的起义。胜利了！宋朝战胜了金贼。看这个群众啊，刚才好多人在鼓掌，太棒了！实景演出演完了，全程15分钟。刚才爆炸还是挺震撼的，哐哐的直接就炸了。这个地方很晒的，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伞啊，晒死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安阳，安阳的殷墟啊，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个地方可是厉害了，它是商朝时候的都城，距今已经3500多年了。3500年，这个历史有多长呢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们山西太原是建成2500年。这个比我们太原还早了1000年啊！而且我们以前看小说，那个什么商纣王啊、苏妲己啊、姜子牙呀，就感觉很遥远的事了，像是神话故事一样，对吧？这个殷墟呢，比那个故事还要往前呢，所以这里很有历史故事的一个地方啊，进去参观一下。这是殷墟的大门，有一种古老古朴的感觉啊，历史的气息。门票70块钱，进来了。这个里面好大呀，特别的空旷。参观之前啊，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商朝的历史，不然的话是看不懂的。商朝是持续了500多年的一个朝代啊，他们早期的都城并不在这个地方，一直到商朝中期的时候，有个商王叫做盘庚，是他把都城迁到了现在殷这个地方，所以商朝又叫做殷商。为什么现在叫做殷墟呢？是后来武王伐纣的时候，武王打败了商朝最后一个皇帝商纣王，灭掉了商朝，就建立了周朝了。这个地方就变成一片废墟了，所以叫做殷墟。商朝最重要的2个文化符号，一个是青铜器，一个是甲骨文。看这里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甲骨文的发现地啊。刚才有个地方说错了，夏商周那个时候啊是没有皇帝的，他们都叫大王，一直到秦始皇的时候才开始叫皇帝。秦始皇灭了6国，他认为自己的功劳比3皇5帝还要大，所以他让别人叫他皇帝。这个展厅厉害了，叫做甲骨教穴展厅，这里面出土了上万片的甲骨啊，商朝最重要的甲骨文青铜器，看看就在那个坑里面出土的甲骨上万片，厉害了啊！这个是商朝时候的大坑，现在都保护起来了。现在那里面都是仿制品啊，
要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。这个坑里出土的甲骨文现在保存在台湾，因为这个坑是1936年发现的，当时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，他们挖掘的时候连这个泥土一起挖上来的。第2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嘛，日本侵华，这个战争年代啊，兵荒马乱，这一批文物呢就辗转了很多地方，最后跟随蒋介石一起去了台湾了。这块是甲骨文出土以来最大的龟板，据考证，这个龟板来自于马来半岛，就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乌龟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安阳，这么远的路程，这是一个谜，现在还解释不清楚。营区里面有一个妇好墓保存完整啊，这边是入口，距今3000多年了。妇好是谁？她是这个武丁大王的老婆，就是这个女的，她也是位女将军啊，最早的女将军，披挂上阵杀敌。她去世以后，这个武丁大王厚葬她，埋在这里面。进去看一看3000多年前的古墓。因为她是大王的老婆，所以她这个墓陪葬品非常丰富，一共是落了6层呢。最下面1层才是她的这个墓室，这里距地面已经7.5米了，在这之上啊落了6层的陪葬品。看一下她这个墓里面出土了好多的文物，青铜器呀、骨器呀、那个贝壳，这个贝壳就是最早期的钱，能当钱花的。这个是玉，这么多的青铜器，这边上还有好多骨头呢，因为商朝那时候还用活人殉葬呢，有这个习俗。这个是考古发现的宫殿遗址，这些红色的柱子啊，就是标示出以前住着的这个位置来了。以前这里是个宫殿啊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大型的宫殿群。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光剩下这个地基了。殷墟博物馆，博物馆里参观一下。这里有个3通水管啊，在商代那么远的时间就用上3通水管了。这就是甲骨文啊，把文字刻在这龟壳上，辨认不太清楚。甲骨文对照表，看你认识几个甲骨文？我一个都不认识呀。这边摆放的是司母戊鼎，这是复制品啊，历史课本上就学到了。看看这个鼎啊，这么大，它这个把手上面啊，看这个刻的图案是2只老虎，中间有个人啊，老虎张大嘴要把这个人吞下去一样。参观完了，最后再说一下这商朝的祖先是哪来的啊？有一个女的呢，她吃了一个玄鸟的蛋，就怀孕了，然后生下了他们的祖先，叫做契。这个契没有父亲啊，说明当时是母系社会。契就是帮助大禹治水有功，然后大禹呢就封他到一个地方，给他封到河南的一个地方，这就是商朝的祖先。这个都是传说故事了，无法考证，不过听一听还是挺有意思吧。少林寺到了，从洛阳坐大巴车过来的，后面有一个少林武僧的雕像啊。今天的雾超级大，看这个雾啊，这个是空气污染啊，不光是雾，是雾霾。给你们看一下天气预报啊，今天10月30号礼拜一，看这个手机上啊，中度污染，登峰。点进去看一下详情，看这个空气质量192的污染 ，PM 2.5 145，中度污染。空气污染啊，在这么个天气去少林寺啊，到少林寺门口了。这个就是电影上经常能看到那个片头啊，最经典的山门。那边是写的禅宗主庭，这边写的大乘圣地，这是大乘佛教。天下武功出少林。这次来少林寺，我是来踢馆的啊，我要在这里打一套5连鞭，
看看谁厉害。天气寒冷啊，我先吃个烤红薯再进去。高手过招，点到为止。年轻人不能不讲武德啊！进去挑战一下。少林寺门口有2个大狮子，这边都是上百年历史的树啊。进去看一下，很好奇里面是什么样的。哦，从那个大门一进来是这样子的，这边是一个通道，两边是千年的银杏树，这两边是很多石碑，左边是少林药局，右边是少林那个吃斋饭的地方。往前走看一下，地上都是铺的莲花呀，这个石头雕刻的莲花。这个银杏树啊，上面很多洞。从这里看一下，据说是少林武神练武的时候用这手插进去，不断的插出来的这些洞啊，现在都用围栏围起来了，保护上了。这个银杏树看得清楚啊，看上面这些洞，只要功夫深，树皮戳个洞，你们信吗？反正我是不太相信啊，这么深的洞，我试一下啊。我去，手疼死了！这个是不是用手指戳出来的啊？谁也不知道，也没有官方出来解释一下，都是民间，都是传说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以讹传讹，传出来的。我觉得是正常的人，你用你的血肉之躯去戳这个树，戳不了这么深的洞。第一个是天王殿。这上面有个匾，写着"天下第一祖庭"，哼哈二将。这里面是4大护法，在白马寺也是有4大护法。从天王殿进来就是大雄宝殿啊。这个院子里呢，很多这个碑是各个朝代皇帝，记录的一些事情放在这里。那边是李世民、唐太宗的碑啊，这里面的碑啊都在王八身上驮着呢，俗称王八驮碑。其实这个是龙的儿子，龙生9子各有不同，这个是龙的其中一个儿子啊。他这个儿子呢，就是负重，力气很大，可以负重，所以呢就让他来驮碑吧。这个王八驮碑的旁边是碧玺，碧玺就长这样啊，招财进宝的。碧玺是只吃只进不出啊。少林寺里面这么多的碑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碑，唐王李世民竖的碑啊。少林寺就是根据这个碑上记载的内容改编的。这个碑上记了什么事呢？他记的是隋末天下大乱。当时洛阳啊，登封少林寺这一片都是归王世充来管辖的。李世民当时还不是唐王，他是秦王，他就率队来攻打这个王世充啊。但是李世民没有打赢啊，他打输了以后就逃跑，别人后面就追兵来追他。跑的时候呢，在路上碰到了这个少林寺13武僧，然后这个13个人呢就救了他了，救了他一命。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，在这刻的碑来感谢他们。这里有李世民亲笔题写的啊，看秦王世民，这是13个棍僧的名字，有一个棍僧还去做官了。这是御书碑记，就是皇帝亲自写的，刻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是少林寺的镇寺之宝。这个就是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的肯定是释迦牟尼啊，这个就毋庸置疑了。大雄宝殿的意思就是佛法无边，法力无边，镇压世间一切妖魔的意思。大雄宝殿后面就来到了藏经阁，哇，这个可厉害了啊！什么易筋经啊、降龙18掌啊，全都在里头啊。扫地僧也在这里的，这里可是藏龙卧虎啊。
就痛嘛。对对对。我要在这里打一套5连鞭。这个锅就是明代僧人炒菜的小炒锅，重量是1300。这个是当时僧人炒菜用的锅，哎，大铁锅嘛。啊，炒菜的时候要倒挂金钩，先把这个锅架起来，上面有那个棍子之类的，那个人吊在上面，头朝下，在这炒菜啊，边炒菜边练功。这是藏经阁啊，从藏经阁出来，这个院子可是厉害了。这个是方丈室，少林寺方丈住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院子，看看。不是很大，方丈是武功最厉害的啊。上面挂的牌匾“方丈”，为什么叫方丈呢？是因为那个1尺见方，所以是方丈。以前乾隆来的时候在这里住过，所以也叫龙庭。现在上面上锁的呢，不知道现在方丈在不在里面住了。现在少林寺的方丈是那个释永信嘛，释小龙的师傅啊。方丈室的门口是一个大鼎，两边是一副对联，这边写的“永远继承祖庭，弘扬正法”，这边写着“信愿勤修圣果，普度群生”。因为这个方丈室乾隆皇帝住过，所以它是处在这个中轴线的位置的。其他寺庙的方丈室都不在中轴线上啊。所以这个少林寺的方丈室规格更高。往后看一看，方丈室的后边就是丽雪亭。丽雪亭有一个断臂求法的故事。这边是达摩平时在这里住的地方啊。然后河南这边有一个僧人叫神光，他就想拜这个达摩为师，让达摩传授他佛法。但是达摩呢就不愿意啊，不同意，因为神光是信仰道教的，现在他又在想学习佛教的佛法，所以达摩祖师不愿意收他这个弟子啊，认为他3心2意学不会。但是神光特别的虔诚，有一天呢就天降大雪，鹅毛般的大雪啊，他就站在这个门口等达摩祖师。达摩祖师第2天早上呢才出来，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雪人啊，这个大雪把他都给覆盖了。他就跟神光说，除非这个降的雪是红色的，我才收你为徒啊。神光一听这话呢，抽出一把刀，把自己的左臂就砍断了，然后他的鲜血就染红了地上的白雪。他说，师傅，现在是天降红雪了。就这样呢，达摩祖师被他感动了，就收他为徒，给他改名叫慧可。这就是少林寺第2代祖师慧可断臂求法的故事。所以现在少林寺的僧人啊，他们的僧袍都不盖住这个左臂，左臂这边都是空的，而且是单手这样子的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求法的成本太大了啊！从丽雪亭过来就是最后一个大殿，这个大殿里面有留下这个少林武僧练功的一些痕迹啊。看这个大殿里面的地面都是坑坑洼洼的，凹凸不平啊。你看这个砖块都被剁碎了，这就是他们练功留下的。是不是有个疑问？院子里这么大，为什么要躲在房子里练功啊？因为明朝时候不让他们练功，所以悄悄地躲到那里面练功。门口有一个达摩祖师的像，日本人赠送的啊。达摩祖师光着脚啊，手里拿着他的鞋，一苇渡江，就是他渡江的时候，脚上踩的一个芦苇，就这样就能渡过来。其实像他们这个高深法力的人啊，可以凭空渡江，但是为了照顾凡人的感情，就是拿了一个芦苇。参观完少林寺，最后一站要到这个塔林看一下，这里面全都是佛塔。这就是高僧去世以后埋在这里啊，其实是个墓地。现在有248座佛塔，那就是有248个高僧埋在这里了。有的佛塔是5层，有的是7层。7层就是最高等级了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嘛，就是这个是7层的，这个是5层的。
还有其他2层、3层的都有。看这个是3层的。少林寺那个电影里面就有李连杰在这个塔林练功的场景啊。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很安静的地方啊，高声安息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很多游客啊在这里参观游览。这个塔的历史太久远了，唐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都有，到现在呢已经毁坏了很多了。这个是用木头织的呢，你看这个底儿上本来是有那个尖尖的东西呢，这些上面都没有了，年代太久远了啊。我现在嵩山少林寺，这是它的地图。上个视频游览了这个少林寺里头了啊，其实它这个80块钱门票呀，还包含后面这个三皇寨呢。很多人转完少林寺就回去了，其实可以到后面坐上索道，到这个山顶上转这个嵩山。人家这个地方叫嵩山少林寺嘛，有少林寺有嵩山，这门票都是包含的啊。现在我就去这个后面转一下，直接坐索道上山。嵩山少林索道，单程70，往返100。缆车里面只有我一个人，果然大家都是冲着少林寺来的啊！看完少林寺就回去了，很少有人会爬后面这个山，这也是嵩山呀。然后这个索道啊，全长是2.8公里，直达山顶。山顶现在云雾缭绕的。坐索道上来了，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，从索道上站走到好汉坡需要190分钟呢，就是3个小时啊。开始走吧，沿着这条路啊。山上挺冷的，我都穿上外套了，因为山上风比较大。现在走到这个悬崖栈道这里来了啊，这个山真的好高啊，这直直的这么垂直的下来。从这里过去，有个栈道2个字，沿着这个栈道走啊。哇，这下面好高啊，峡谷很深。以前我走过很多次类似的栈道了啊。哇，这种感觉啊，峰回路转，还要穿过这个小洞啊，挺有趣的。是吧？看这对面的山，哇，这样一条一条的啊，就像竖着的，这怎么形容啊？这个叫书澈岩呢，这儿的标志性景点，像翻书一页页那个书啊，它形成于18亿年前呢，这个是石英岩啊，地质构造18亿年前那个地质构造的时候形成的，在这必须拍张照吧，哈哈哈哈。这个路真是又陡又窄呀，这个跟华山的插耳崖媲美了，感觉也可以插到耳朵。旁边看那个山一条一条的书澈崖，别眨眼啊，这里有一个像大象的石头，这里大象鼻子啊，象鼻岩，看鼻子喝水呢，挺形象的吧？神奇的大自然啊！看山顶上云雾缭绕的，就像仙境一样。哇，这条路好陡呀！从这里还有铁链子，得抓紧呢。旁边就是悬崖，这个路看起来很危险啊，实际上一点都不安全。哇，人还挺多。这山顶上还有一个吊桥呢，走到这里就走了一半的路程了。吊桥拍出来也挺美，就是峡谷有点深啊，走上来这里风比较大，哦，感觉还不错呢，摇摇晃晃的。前面这里有条缝儿，感觉这个山是被劈开的一样。这个叫做石门，从这门缝里穿过来。哇哦，看石门。路过这个景点叫做玄天洞，在这儿呢，转过来。
哦，好大好深的一个洞啊！这就是一条条那个柱子，下面这一节掉了，就形成这个洞了。现在山上下点小雨，起大雾了，都看不清楚了。到达三皇殿啊，三皇就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三个皇帝。徐霞客以前也来过这里，还写了首著名的诗：“不到三皇在，不算少林客。”所以，如果来少林寺玩的话，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。可惜今天是雾气比较大，什么风景都看不太清楚啊。在大雾中走这个山路，气氛有点诡异啊，感觉要去探险了，哀牢山的感觉。这边，起这么大的雾，只能雾里看花了，叶子都黄了，非常漂亮，山花烂漫。一路走下来，到达南天门了。南天门就是人界和仙界的分界线啊！哇，今天雾太大了，啥也看不到。从这里就一路下山下去了。如果大家是反方向走的话，就是一路上山。我这个方向是比较轻松的啊。这一段路特别的陡，又陡又直啊。这就是最后的一段路了，好汉坡。从这儿下到底就结束了啊！这段路也是超级直的。从山上下来，坐这个车出去啊！啊，还是坐车爽啊！